就在这2天啊，河内那边传来信儿了，日本政府正式官宣不再推进和越南合作的那个宁顺2号核电站项目。翻译成人话就是这活我不干了，违约金我也不要了，哪怕前期投入打水漂，我也得赶紧跑。这个事儿吧，乍一听挺意外的。你想啊，那日本人那是出了名的轴啊，以前为了跟咱们争东南亚的地盘，那是赔本赚吆喝也要上的。但是这回怎么了呀？就像是追着女神10年的备胎，突然有一天醒悟了，花都送出去了，转头就把这个女神给拉黑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日本人终于明白过来，这哪是娶媳妇儿啊，这是跳火坑。这越南的核电项目啊，那就是个无底洞啊。这一跑，日本人悬着那颗心啊，算是落地了。可是越南那边傻眼了呀。这个金主爸爸跑了，我这个店以后还怎么供呢？我这东南亚制造中心的大饼还怎么画呢？话说这个事儿啊，得倒腾回2010年，那会儿的越南心气儿高啊，看着咱们中国搞这个基建搞的是风生水起，越南也想当亚洲猛虎，他们就大笔一挥，规划2个核电站，宁顺1号给俄罗斯，宁顺2号给日本。这算盘打的是噼里啪啦响啊！一能补上这个电力缺口，二能搞这个大国平衡术，让你们几个大国为了我的订单真的是头破血流，我好做出渔翁之利。当时日本呢正处于一种焦虑症晚期，眼看着这个中国啊在这个东南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日本急啊！安倍那会儿正在推销基建出口，一看这个越南抛媚眼，立马就扑上去了。这个日本就心想，只要拿下这个核电站，那就是在这个战略要地上钉下一颗钉子，还能顺便恶心下中国。于是乎，双方那是干柴烈火，一拍即合。可是老天爷不开眼呀！2011年的3月11号，日本大地震，福岛核电站崩了。这一崩啊，不仅崩掉了日本人的自信，也把越南人给吓尿了。你琢磨琢磨，这个本来这核电呢是个高精尖的活，这越南老百姓这一看电视，好家伙，那么先进的日本都搞成这样了，那要是建在咱们这儿，那不成了定时炸弹？这一下，双方的心理阴影面积都无限大。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真正让这个日本人绝望的是后来这几年的拉锯战。这就要说到咱们今天的深度扩展了。你以为核电站就是烧锅炉啊？那就是个吞金兽啊！这越南一开始做的预算是几十亿美元，结果一算账翻倍，再算账又翻倍啊！越南那点财政底子哪经得起这么造啊？而且越南人的办事效率啊，那都是出了名的慢郎中，审批流程啊比这裹脚布还长。今天换个领导，明天改个规划。到了2016年，越南国会实在是扛不住了，说算了，太贵了，不搞了。这就是第一次烂尾。那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黄了，结果去年越南电荒了，工厂停工了，又想起来找日本。大哥，咱们那个项目要不重启一下？你猜这个时候日本人啥心态啊？这就好比2口子都离婚8年了，那前妻突然跑过来说，我欠了一屁股债，你回来帮我把这个债还了吧。日本人这个心里头能不骂娘吗？咱们得把这个事儿掰开揉碎了看啊。日本人这次的剃头跑路啊，绝不仅仅是因为钱，而因为他们看透了3个字儿，搞不定。首先呢，是技术层面的降维打击，在这个越南建核电站跟在日本建完全是2码事儿。这个日本虽然有地震啊，但是它的工业底子厚啊，有一整套严密的供应链和熟练的工程师。但是越南呢，那是连个像样的高标水泥都得靠进口啊，连个能看懂复杂图纸的高级焊工啊都得从国外请。那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成本失控。而且这个核电站一旦运行，需要几百个高精尖人才24小时盯着。那越南现在的人才储备，说句不好听的连修个跨海大桥都费劲啊。你让他去管这个核反应堆，日本人一想，这万一出事了，那是你越南的地盘，但是这口黑锅得扣在我日本制造的脑门上啊！我福岛的黑锅还没背完呢，再来一个，我还要不要脸了？其次呢，是越南那种既要又要的无赖心态。这越南跟这个日本谈的时候，态度是特别的强硬啊。技术要最先进的，价格呢要最便宜的，
工期要最短的，还得你日本给我提供低息贷款，这哪是做生意啊？这就是许愿池里的王八，想得美啊！日本驻越大使伊藤直树说的是挺委婉啊，工期太紧无法达成。其实他心里面的小剧场肯定是这样子的：大哥，你让我带着脚镣跳舞，还得跳出芭蕾舞的感觉，臣妾做不到啊！再有一个好玩的插曲啊，那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就是在前段时间，这个河内为了搞环保，宣布要在这个市中心进行燃油摩托车。要知道啊，这个越南满大街跑的那都是本田摩托车啊，这是日企在越南的现金奶牛啊！你越南一边求着我给你建核电站，一边要砸我摩托车的饭碗，这也太不讲究了吧！这就是典型的吃饭砸锅。日本人表面上讲礼貌啊，心里头那个小账本记得是清清楚楚啊。这一次宣布退出核电，绝对有给越南上眼药的意思啊！你动我的奶酪，我就断你的念想。日本人走了，留下一地鸡毛。这越南怎么办呢？那现在的越南啊，那是真的难哦。这几年这个外媒啊，是把这个越南捧上了天，说它是下一个世界工厂，三星去了，苹果去了，英特尔也去了，工业园区啊，那建的是漫山遍野。但是这背后有个巨大的 bug， 没电。这越南的电力结构太脆弱了，靠水电，一遇到厄尔尼诺啊，干旱无雨，水电上直接趴窝。靠火电，煤炭价格一涨，成本兜不住。现在好了，工厂接了订单，机器刚开动，啪一下停电了。那些为了所谓的供应链多元化搬到越南的外企啊，现在肠子都悔青了。本来呢是想躲避地缘风险，结果掉进了电荒的坑里啊。前两天我看新闻啊，河内有的这个5星级酒店为了省电，连大堂的空调都不敢开全，这哪像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呀？这核电本来是越南的一根救命稻草，要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的牛皮已经吹出去了呀，没有核电根本完不成。那现在这个日本撤了，谁来接呢？法国吗？那可是核电贵族啊，这价格比这个日本还黑。美国现在核电产业都快断代了，而且那个条件苛刻，能要了越南的命。韩国吗？韩国人是精明哦，但是一看日本人都在这栽了，他还敢轻易跳吗？这就叫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啊！想搞大工业却没有大基建的命啊！行政效率低，腐败问题重，再加上基础设施拉垮，越南这个世界工厂的梦哦，怕是要醒一半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恐怕有人要问了咱们中国核电厉害呀，黄龙1号全球领先，在海南岛边上就有这个昌江核电站，技术成熟，咱们能不能去接这个盘呢？趁机把这个越南给拿捏住。嘿，我劝你啊，先把这个发热头脑冷一冷，这个事儿啊是个大坑，千万别以为这是捡漏，这是接雷啊！第一，非技术性风险太高。这日本人在越南耕耘了多少年，花了多少公关费啊，给了多少政府援助啊，最后都只能含泪止损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在越南搞这种1000亿级别的重资产项目，风险不可控啊！越南国内的政治生态复杂，今天亲美，明天亲日，后天呢又想跟这个俄罗斯好，而且他们在这个南海问题上跟咱们一直不对付，防备心重着呢。当初他们选这个俄罗斯和日本，就是为了搞这个远交近攻，故意避开中国。还有这第二呢，算不回来这笔经济账。核电站的回报周期呢是几十年，你能保证这几十年里越南的电价就能涨上来？你能保证他们不搞什么幺蛾子不赖账吗？你说万一哪天为了政治原因把这个项目一停，或者说是没收了，咱们几千亿的投资找谁要去啊？日本人那么有钱啊，都觉得划不来，咱们的钱难道是大风刮来的？还有这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，咱们不能总是当好人呀，咱们有实力，但更得有定力啊。急于接盘，搞不好就会陷入干活是用你啊，谈条件是防你，出问题是赖你的尴尬境地啊。其实呀，对越南来说，最务实、最快解决电荒的办法是什么呢？不是建这个核电站，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是买电。通过这个跨境电网，直接买咱们云南、广西的电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这多痛快啊，还没风险。那至于核电这种大国重器的合作啊，真得让这个子弹再飞一会儿，得让他们腾够了，看明白了呀，知道离了中国玩不转了。那个时候啊再谈，咱们的腰杆子才硬。
日本人用了10多年的时间，花了真金白银，给咱们做了一次昂贵的压力测试啊。它证明了，在现在的环境下，去这个越南搞核电，那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咱们中国搞这个一带一路啊，那是帮朋友，那是互利共赢。但是对于那种心怀鬼胎、既要又要的合作伙伴，咱们呀还是得留个心眼儿，支持清洁能源合作啊，没问题，但没有必要往深坑里跳啊。做好自己的事儿，修好自己的内功。看着邻居家里断电发愁，咱们可以卖蜡烛呀，可以拉电线。但是要想让咱们自带干粮去给他们修发电厂，对不起哦，您先去门口排队领个号吧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，我是肖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